美国与沙特发生争吵，中国扩大在中东影响力的机会是否来了呢？恐怕还没有这么简单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祥少。近日，沙特不理会美国的要求，带领欧佩克加实施减产计划，让拜登政府的中东战略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。美国国内随后出现了要惩罚沙特的声音，而沙特则不断地展示从中国买进的武器，有点像美国人示威的意思。沙特与美国关系的恶化，其本质原因是华盛顿在中东的影响力逐渐的削弱，等于给了中国一个扩大在本地区影响力的机会。最近有消息称，沙特外长与中国的王毅外长进行了电话会谈之后，宣布了中国领导人即将出访沙特阿拉伯。沙特方面表示，正在准备这场盛大的外交活动。在过去2周，中国还表示要支持利雅得加入金砖国家，还赞赏沙特所奉行的独立的能源政策，以积极努力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的稳定。这等于在外交层面给沙特吃了一颗定心丸。前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查斯·弗里曼感叹说，美国必须关注中美激烈竞争背景下美国对该地区影响力的减少，以及中国影响力的提升。因为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与中东的所有关键事务都变得疏远了。自美国从阿富汗撤军，出现了耻辱性的场面，到驻伊拉克的美军也面临撤出的情况，再到美国转向亚洲与中国竞争的印太战略，这让其中东的合作伙伴担心美国从该地区撤出。更可怕的是，由于美国军队在中东发挥的破坏性作用，当地公众的舆论也赞成美国在中东发挥不那么积极的作用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项目《阿拉伯晴雨表》显示，参与调查的9个阿拉伯国家中，8月份有8个更亲近中国，只有摩洛哥人更青睐美国。原因也很简单，该地区许多国家将中国视为重要的贸易伙伴，在可预见的未来是继续存在的大国，而美国在中东的存在则变得不确定。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以军事安全战略为主，也就是要不停地打仗，或者是为区域塑造伊朗这样的敌人，才能展示其存在的价值。而中国有明确的中东政策，以能源合作为主轴的1+2+3的政策，基础设施建设是核心，贸易和投资是两翼，而核能、航空与航天、新能源为3大突破口。如果再结合中国是中东石油最主要的客户，双方进行经济合作的潜力将远远超过美国。中国是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，中东国家也是一带一路投资的主要接受国。美国仅仅利用中东的石油来锚定美元霸权，并通过军售来获得影响力。随着人民币在中东影响力的扩大，再加上中国在基建领域前所未有的强大实力，正为中东国家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。关键是这种机遇是平等的，阿拉伯国家不会被拜登称为贱民。除经济关系外，中国还与埃及、伊朗、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4个中东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伊朗和沙特还会成为上合组织的成员国。另外，中国也有条件取代美国成为中东主要的武器提供者。那么，中国可以很快地取代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吗？这个可能性不太大。首先，美国基于军事霸权所建立的中东盟友圈仍然比较牢固，而其影响力的衰落需要一个过程。其次，美军不会真正全部离开中东，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多个中东国家的武器来源。
并且输出所谓的安全保障。当前，中国并没有对外提供军事安全承诺的考虑，所以也不大可能全面取代美国。最后，美国还有办法在中东当搅屎棍儿，也就是通过支持部分听话的国家制造矛盾，这也让其他海湾国家感到非常忌惮。总体而言，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的衰落是必然的，但是这个时间段会比较长，而中国仍然会通过经济合作战略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